去死吧！你醒了？阿江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姐，小姐，可算找到你了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幸好有卓少主在。是你救的我？是你自己明的。那潘大人呢？看着犯人呢。小姐，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没有长心啊？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也不来关心你一下。难道是梦吗？老实点，别动。你没事吧？可惜我没能亲手杀了你。难道不断杀人，是你想要过的生活吗？雇佣的掌控欲，毁了你之前的人生。你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却又陷入杀人这样极端的桎梏。你这样何尝不是一种偏执呢？带他回去。是。雇佣那老小子恐怕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一起押送顾山回去吧。你休息一会儿，再回县衙。阿福，留下保护他。是，少主。后面4个留下，其他人跟我走。堂主，他们抓了顾山。还是按照原计划行事，不能让他活着离开。是。那不是卖冰饮的三姑娘吗？她犯什么事儿了？听说她才是灯会案的真凶，重开灯会就是为了抓她。你们抓了我女儿，我来看看她，不犯罪。不会吧？怎么是个女儿？她怎么会是？堂主不是只有一个儿子，5年前已经死了吗？还在他家呢吗？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女儿啊？完全没想过这事儿啊！杀了那么多人，真是吓死人了。是啊，堂主居然真是可能是刘家杀呀！真没想到。哎呦，是。为了配作顾家的血脉，我就活该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，每天被打得体无完肤。对于你来说，是我不能活成你想要的模样。
我就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顾家没有你这样的废物。我能以女子的身份行走人间，无比畅快。这样活一天，胜过之前活10年。顾堂主，你再也不能控制我。你们两个是护着这个凶手吗？顾山是杀人凶手，他自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可你身为人父，却从未将他视作血亲骨肉，私自囚禁、控制、折磨。在这里，最没有资格教训他的，就是你。再不让开，我不客气了。他来这儿根本不是为了教训我，他是怕我说出那枚令牌背后的秘密。你敢！潘大人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位不可一世的顾堂主背后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山儿，山儿，娘，你不怕连累你娘，你就说。山儿，放开我娘！你们这些畜生，放开我娘！顾雍，我劝你不要任意妄为。他是我生出来的，到死都得听我的。我不动手，珊儿，你想想清楚吧。求你，就当为爹娘最后几次孝。啊！你非要顾家给你陪葬吗？娘，放了我娘，我答应你。顾山，山儿，你不能像娘一样，永远都被这个人控制。这样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呀？你闭嘴！珊儿，你记住，你永远都是娘最宝贝的孩子，永远都是。顾夫人。顾山，
顾莎，顾莎，顾莎，你不能死啊！顾莎，顾莎，顾莎，姐姐，叔叔，我知道，我会帮你照顾好双双双双，双双。水波纹令牌到底有什么秘密，值得你不惜杀死自己的骨肉也要保全？说！阿泽，把人给我带回去。是，跟我来。别动，别动。金水帮的出现不是巧合，难道他们跟水波纹组织是一伙的？我先回趟银雨楼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双双出事了！大人，你也来了。我听说有人闹事，进去看看吧。她是凶手的妹妹，把她跟尸体一块扔出去。跟他废什么话？他不搬，我们帮他搬走。走！对，一起走！都住手！来，快起来！潘大人，走。什么意思？从今日起，这家店为县衙特供兵役。若再有闹事者，一律按妨碍县衙办公论处。这怎么办？走吧，行，走。真是。有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抓的凶手都是十恶不赦之人，这样我也不会挣扎和难过。善与恶并非迥然对立，而是一体共生。
有的时候，凶手未必是十恶不赦，而死者也未必是十全十美。其实，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只怪物，我们能选择的是将它培养成猛兽，还是接受它，与它和谐共存。你陪一下双双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有潘大人那句话，以后没人敢闹事了。我只是想姐姐。要哭就哭出来。我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，也失去了家人。那个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了，我也是整夜整夜的哭。但是哭完了，咱们就要自己擦干眼泪，要向前看，咱们得好好活着。我教你一首童谣吧，这是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教给我的。每次我孤独害怕的时候，都会自己哄自己。金斗鬼，金斗鬼，怕风怕雨怕打雷，半夜起来遇妖怪，4个脑袋3条腿，吓坏我们金斗鬼。嘤嘤嘤嘤嘤嘤，金斗掉了3大杯，天亮推倒衣服架，衣帽掉了一大堆，4个脑袋3条，一起来。金斗鬼，金斗鬼，怕风怕雨怕打雷，半夜起来遇妖怪，4个脑袋3条腿，吓坏我们金斗鬼。嘤嘤嘤嘤嘤嘤，金斗掉了3大杯，天亮推倒衣服架，衣帽掉了一大堆，4个脑袋3条腿，金斗鬼，金斗鬼，怕风怕雨怕打雷，半夜起来遇妖怪，4个脑袋3条腿，吓坏我们金斗鬼。大人，这些账本都是记录日常的，也没有什么水波纹的线索。放那儿吧。公子，公佑说要见你。我可以配合你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讲。带我离开河阳，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我答应。你可以说了。在我绝对安全之前，我是不会说的。等我安全了，我会知无不言。大人，雇佣答应吐口了。对，但他有条件，带他离开河阳，保证他的安全。那你打算带他去哪儿？进京，让郡主派人保护他。水波纹的凶手还埋伏在河阳，你这样带他走，就是给他们灭口的机会。
雇佣的那些替身还关在县衙里，我打算来个瞒天过海，暗度陈仓。县衙或许还有他们的眼线，调包的时候得小心谨慎。嗯。顾堂主，请画押。请吧。等一下，把顾庸带进来，我有话问他。是，公子。你跟我们从后门走。嗯。顾庸，顾庸，你怎么了？顾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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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不稳，就是杨什么？杨什么？顾庸！公子，致死的便是这画押的印尼。这尖刺上沾了剧毒，我彻夜在衙门看守，连顾庸吃的每一顿饭菜我都提前试毒，却没想到他们在印尼上做了手脚。这下毒之人，定是十分熟悉县衙的工作流程。县衙的薛吏，每个人再排查一遍。是。顾庸一死，线索全断了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不知潘越究竟怎么想的，可他……上官小姐，洗衣服啊？啊，不是，大人说这衣服以后也不用再穿了，让我拿去扔了。多谢上官小姐。上官小姐，哎，大人，我有事想问你。何事？灯会那晚救我的，是不是你啊？是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做什么？
你是因为查案实现现清，救你是公务，有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？正好有一事，我也要告知于你。过2天，我会命阿泽送些东西回京城，你与他一道回去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我不去，水波纹都还没有查清楚，我怎么可能？上官芷，当初是你非要进县衙证明自己，我给你机会了，你也的确做到了。可查水波纹一案，短则10天半个月，长则3年5载。难道你一直打算留在县衙里当差吗？如果下次再发生河边那样的意外，我自问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，又怎么向你哥哥交代？你不必拿我哥做幌子。你多次赶我走，是怕我会缠着你。你现在难道不是吗？怎么，上官小姐要走吗？那正好，我银雨楼扫他一带。雇佣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潘大人，你连家贼都防不住，我又怎么能够放心让他继续住在这里？我带他走，潘大人应该不会反对吧？自然不会，有银雨楼保护，肯定万无一失。我也好卸下负担，专心查案。够了，我是人又不是物件，你们在这讨论怎么处置我，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呢？谢谢卓少主的好意，但银雨楼我是肯定不会去的。还有你，之前给你添了很多负担，我实在很抱歉，但我绝对没有要缠着你的意思。水波纹我肯定会彻查，但是绝对不会赖在你的县衙。小姐，咱们要去哪儿啊？河阳这么大，自有咱们的去处。我们走吧。等等。灵儿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果子。下次见面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你多保重。嗯。兜兜转转，没想到又回到这里。你确定要住这儿？这里许久没有人住，连一点烟火气也没有。要不你再考虑考虑，去我银雨楼吧。银雨楼要什么有什么，绝不比这差。
今天多谢你帮我搬家。我帮你搬了家，总得请我喝口酒吧？是得喝一顿，庆祝我离开牢笼，开始新生活。灵儿，哎，啊，备酒。是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胖的人是什么人吗？宰相，宰相肚里能撑船吗？最快的人呢？曹操说曹操，曹操到，你又说了。什么都知道。再来。上官志，你去。公子，是我。公子，其实上官小姐回了西园，她没有去阴雨楼。不过那卓少主好像跟着上官小姐也去了西园。我听那声音，他们好像一直在喝酒，一直到我走，他都没有走。行了，让你去保护，没让你给我汇报这些。
公子明明舍不得上官小姐啊，为什么还……哪那么多为什么？睡觉去。哦。这肉炖的还欠火候。再说这道菜啊，这起锅的时候应该再搁点醋，搁点尝尝这个最好，对吧？大人，哎，公子，新来的厨师做的几个菜，你先尝尝呗。来。太淡了。太凉了。太硬了。你们慢慢吃吧，我没胃口。你会不会对我很失望啊？公子，阿泽，把这画送去修补一下，然后再重新装裱。是公子。对了，公子，今日还是顾山下葬之日。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作哑。勾勒你的脸颊，聚散如流沙，天命自洽，爱窗间红塔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，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你若近在咫尺的天涯，我想握住，却只能装傻。告诉我做什么？你是因为长安知县险情，救你是公务，有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？如果下次再发生河边那样的意外，我自问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。那你知道世上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吗？是2次掉进同一个坑里。之前给你添了很多负担，我很抱歉。
水波纹我肯定会彻查，但是绝对不会赖在你的县衙。最难过的是我却没有一场恨他，我甚至都不能告诉他。你说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，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哪怕你若咫尺的天涯，我已握紧你的手不放。灵儿，哥哥在河阳是不是也有几家铺子啊？是啊，上官家的生意遍布天下，各门各类都有涉猎。那你去通知这些掌柜，问问他们有没有留意到水波纹的图案，不管是器物还是别的，有所得者重赏。啊，还有，去一趟书肆，把那些什么河阳相关的博物志啊、地方志都买回来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刚才外面来了一个渔夫，说有一个叫白小生的人托他带个口信，白小生在码头被人扣住了，请小姐赶紧去救他。你说给你1个时辰，让你的亲人来见你最后一面。既然这1个时辰已经到了，跳吧。不是，大哥，我真的再也不敢了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竟敢买通船夫，用我们的船私运货物！你既然有这个胆量，就早该预料到有如此下场。别磨叽，赶紧跳！我求求你了，大哥！啊，你别！哎，你是需要我住手！啊！姐姐救我！他偷运了多少货物？我10倍赔偿。你把这儿当什么地方了？我们银雨楼的规矩，岂是你能用这几个钱买通的？银雨楼，我都说了，我跟你们少主真的是朋友。我们少主是何等英明人物，岂会跟你们这些女流之辈做朋友？他们确实是我的朋友。卓少主。参见少主。小生，姐姐，吓死我了。朱堂主是吧？你尽忠职守，做得很好。不过，这件小事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此结果吧。少主，他私带货物，这可非同小可。再说咱们银雨楼从来没有破坏过规矩。少主，您不能因为外人而因私废公啊！你说的对。她未来将会是我们银雨楼的少夫人，她的话便是我的话，我的话便是银雨楼的规矩。难道你对我的话也要质疑？少主恕罪，属下不敢。参见少主夫人。啊，幸亏你来得及时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太爷遣人送了口信给我。哎，我说小骗子，你可真会惹麻烦，10次见你9次都出状况。说明卓少主是天生解决麻烦的人物。走吧，晚上一起喝酒去。走。我那些货不是还都没处理呢吗？你们去吧。姐姐，我晚点去戏园找你。与其在一旁看你们卿卿我我，还不如去跳河。我晚点去找你啊，姐姐。哎，小生怎么最近怪怪的？他不是一直如此吗？要钱不要命。阿江，你以后别这样了。是吗？我不是从县衙搬出来了吗？以后也不需要这些幌子了。你不用成天围着我转，也别老叫我什么少夫人之类的，我很尴尬的。不是幌子，我说的
都是认真的。以前，我也以为我只是把你当做朋友，但2个月前，我回到了河阳，那时我高高兴兴的去找你，却只听到了你身陨的消息。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刀剑加身都从未让我如此害怕过。那时我才明白，原来你在我的心中早已不只是朋友。你回来之后，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发自内心的。只要你愿意，我随时娶你过门。阿娇，我一直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的。斩钉截铁，毫不犹豫。我虽想到会是如此，但没有想到，这种感受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加难受。比失望更伤人的是空欢喜。我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更不可能给你无谓的希望。公子，公子，顾雍已死，季善堂已清，你还在怀疑4大宗族吗？我在想，在京中的那个幕后黑手，为什么会在河阳配置势力？难道就是单纯的为了杀人吗？我看了季善堂的账目文册，倒确实只有杀人这个买卖。所以我怀疑，这4大宗族中，一定还有他们的势力。这季善堂被灭，生死坊又一点动静都没有，那就只剩下银雨楼和百花宫了。但这一个在诚心诚意的帮上官小姐，另外一个又早早与公子联了盟，帮县衙解了燃眉之急。这肯定是我错过了什么。到底是什么呢？这饭要一口口吃，案子要一点点查吗？老这么干想也不是办法。不如直接说，想干嘛？骑马去。陈掌柜，小姐要找的是水波纹，你找来这么多武器做什么？请看。听到了，人家根本就不用咱们担心。公子，咱们来都来了，难道你就不好奇上官小姐在里面过得怎么样？哎，你听，灵儿笑得多开心啊！羡慕了，是不是想搬过来跟他们一起欢声笑语啊？不是，不是就少过来晃悠。这，公子，死鸭子嘴硬。这。公子，如果
怎么了？大人，4楼有人纵火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大人，不知是谁在这牢房里面打翻了一盏油灯，好在稻草是湿的，没有起火，只是冒烟而已。究竟是何人如此大胆，在县衙大牢内纵火？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里面没有关押犯人。湿稻草不是为了放火，而是为了起烟，是想吸引我们的注意力。这把火是有人故意引导。大人，那个人邪乎得很，万万不可靠近他。他犯了什么案子？鬼火勾魂案。不知这么晚，潘大人到此有何吩咐？我来找一份卷宗。哦，什么卷宗？老朽跟你一起找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找吧。你快回房休息吧。大人辛苦。以前上官池总能很快找到需要的卷宗，我还以为此事很简单。现在想来，他竟是下了不少功夫。河阳新政书院。傍山依水而建，后山传闻闹鬼，经常有人走进去就走不出来了。据当事人供述，1年前，新政书院的4名同窗陈父、朝歌、刘氏、沈慈，他们为了比拼胆量，去了后山鬼林。几根骨头而已，还吓不到我。你们要是怕的话，你们就趁早回去吧。我们也不怕。对，不怕。走。什么人？装神弄鬼的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沈慈，
沈慈，沈慈被鬼抓了！沈慈，沈慈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众人认定沈慈已经丧命。可谁曾想，过去沈慈，你没死啊？沈慈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来，坐这儿。沈慈，你不是被鬼抓走了吗？对呀。你怎么回来的？对呀，我们当时都看到了，让你别过去，你非要过去，然后你就被鬼给缠上了。对啊，是我被恶鬼拖进林子里，恶鬼好像要把我推到地下去，我死命挣扎着，用脚踹着，这才逃了出来。可是林子里有很多瘴气，我一出来，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沈慈，大家原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没事了。可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又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事。非吾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吾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是故君子自难而易比，众人自易而难比。非吾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吾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非吾安居也，非吾足财也。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救命！我的眼睛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！富哥，我也看不见了。3人陆续墓亡，继而水米不进，神志恍惚。陈父的父亲是书院掌院，他遍请名医，全都瞧不出陈父的病因。坊间传闻都说是林中闹鬼所致。直到一天夜里，有一名企业的书生看到了一幕。陈父，周哥、刘使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真父！陈父，周哥，刘使，刘使，陈父，周哥，刘使，陈父，周哥，你们在哪儿啊？陈父，陈父，陈父，陈掌院，掌院，在这儿呢。你看，啊！富儿，富儿，富儿，
沈慈给我抓起来！就是这个白眼狼，不念书院培育之前，就学了妖术，害了我儿，还有2条无辜的性命，请大人做主，让沈慈偿命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？陈父等人中邪之时，我正在书院里读书，没有去后山。你既会妖术，想瞒天过海又有何难？你口口声声说我会妖术，证据呢？我有功名在身，你们无凭无据如此冤杀，恐难服众吧？沈慈，所以你是因为跟潘大人赌气才搬回西院的啊？更正一下，不是赌气，是划清界限。从今往后，我跟他就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无交集。当真？当真。也挺好的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干嘛在同一棵树上吊死2次？你看看身边的人呢，卓少主也挺好。他跟你表白了？他跟你说了？我猜的。他真跟你表白了？你都没留意过吧？他眼睛总是看向你，没有朋友会这样的。我现在只想查清水波纹，做回杨采薇。这个沈慈没有证据证明他杀人，但是他是此案的唯一犯罪嫌疑人。当时判的是先押后审。大人，我办案10年，抓过的嫌犯没有1000也有800，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诡异的。诡异在何处？他刚进来的时候跟其他犯人押在一起，但是没过几日，那些穷凶极恶的江洋大盗都吵着嚷着换牢房，最后没有办法单独关押。我暗中观察过，他整日神神叨叨的，不知道是在念经还是在念咒。大人，您千万小心，别着了他的道。快些到我这里来吧，快些到我这里来吧，快些到我这里来。大人，你看，他又在念咒了。不，他在跟老鼠说话。恕我礼数不周，不知阁下是谁？县令潘岳。原来是潘大人。你每顿只有2个馒头，为何还要分给老鼠？我被囚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，亏得有这些虫鼠相伴，打发长日，聊以抒怀。在你眼中他是老鼠，可对我而言，他却是老友。他既已被关在死牢，为何还要带这么重的脚镣？替他解开吧。大人，这是会妖术的重犯，他跑了呢。他若真的会妖术，你10条铁链也锁不住的。解开。是。你不怕我？
需要怕吗？这墙上的图案，大人是为此而来？是。可否坦诚相告？大人若有心，待你查清此案，自会知晓。外面怎么会这么多野猫叫啊？终于安静了，真想吃栗香糕啊！栗香糕，栗香糕，刚出炉的栗香糕，看看，栗香糕嘞！卖糕的小贩为什么来得这么凑巧？还有刚才的猫叫，突然就停了。难道说……灵儿，我每天吃你做的饭都吃腻了，今天我想吃现烤羊腿配花雕啊！来，快，车拿进去。是。小姐猜的没错，果然是你。灵儿姑娘，你家少主呢？阿江，哎呀，你不必对我这么好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是拿你当朋友，我知道，但这就是我卓兰江对待朋友的方式。我说杨采薇，你何时变得这么扭扭捏捏啊？我怎么扭扭捏捏啦？对啊，那这现烤的羊腿配花雕，喝不喝？喝，怎么不喝？鬼火案两死一残，沈慈是唯一的嫌疑人，破获此案的关键只能在他身上。可是此人真的会是用妖术残害同窗之人吗？对不对？真是。哎啊！来，咋了？没想到上官小姐走了以后，这些树还是没有幸免于难呐。哎呀，错牛，哼！公子，公子，你在干嘛呢？没什么。哦，你要去哪儿？哦，杨姑娘的画像裱好了。我去吧，正好出去走走。您看看，给您钱。好嘞，走吧。慢走啊。潘大人，吃份冰饮解解乏吧。好啊。潘大人，您的冰饮。谢谢。潘大人，您怎么今天没跟上官小姐一起来啊？我还怪想她的。我也好久没见她了。哦，这样。想见上官小姐得去银雨楼，听说她和卓少主好事将近，前2天还去码头巡视家产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怎么可能啊？好多人都在场嘛，
上官小姐明明……爽爽，啊，我现在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但是您的冰也还没吃。牙疼，吃不了酸的。给。啊。我是怎么回事？一听到上官芷，连话都忘了。谁教给你们的？上官小姐。他怎么会是他？青丝蓦然烛花，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。上阴雨楼找到了尸体，我便来此守株待兔。没想到等来的是你。大半夜偷偷来此，想毁尸灭迹？当然不是了，那我得亲手找到真凶，让你正式跟我道歉，告慰亡灵，也还自己一个清白。我不能平白被大人冤枉呀！尸体是会说话的，再不你就没机会了。他们应该是吃了什么毒药了，我现在要找出毒源。大人，你看，大人，你快来看，这个就是毒源。从颜色、形状上来看，从位置、方向、深浅来看，只能是他自己上的字迹。哎，小心点。上官小姐可以平复公子的心绪。深呼吸，没事，没事。金莺莺，金莺莺，金豆掉了3大杯，天亮推倒衣服架，吓坏我们金豆鬼。你看着我，潘越。潘越，看着我清醒一点！烦死了，我不是上官芷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他相信你。那个时候，他是真心想嫁给你。没骗你吧？灵儿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小姐，这些油伞若是久不被雨淋，就需要时常拿这些湿抹布擦一擦，才能保护它不褪色。那我帮你。那我再去多拿点伞来。去吧。怎么了？
大人，您怎么来了呀？哎呀，这伞怎么弄乱了？这都是公子花了重金给小姐买的，小姐受伤以来可都还没有用过呢。他现在是上官芷，一旦暴露他的身份，危险可能就在身边。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潘大人，今日怎么有空来看上官芷小姐？是县衙里的案子都办完了吗？我刚抓了一只山鸡，晚上在院子里烤着吃。哦。潘大人是打算留这儿晚上一起吃晚饭吗？不必了。是不是真出什么事了？没有，查到一桩案子，有水波纹的线索。什么案子啊？此案错综复杂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我知道你心系水波纹，放心，有结果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杨采薇变成了上官芷的模样，那躺在冰棺里的是上官芷。路上遇到点意外，我摔了一跤，还好没有误了及时。上官芷假冒杨采薇来到婚礼，却阴差阳错的被水波纹组织所杀。说，这个文令牌到底有什么秘密，值得你不惜杀死自己的骨肉也要保全？谁指使你的？说呀！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你只会让我死得更惨。顾雍，顾雍，顾雍！上官芷命丧异乡，杨采薇险些身死，都是因为水波纹组织。我定要揪出幕后黑手，还他们一个公道。他就要回来了，你们可要快些找。小姐，潘大人查到了水波纹的线索，那你还会回县衙吗？让我走就走，让我回就回，这么没骨气。他又没邀请我，我看他今天就是过来炫耀的。那我这要是去，岂不是热脸贴冷屁股？不去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是，小姐。查到一桩案子，有水波纹的线索。哎呀！
他不会不来吧？小姐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河阳这么大，自有咱们的去处。哎呀，罢了，韩信都能受胯下之辱，为了查案，我能屈能伸？大爷，你写呀！上官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几天你不在衙门，县衙里死气沉沉的，好生无趣啊。灵儿姑娘呢？说实话，这灵儿姑娘不在，我这饭都吃不香了。是啊，就想灵儿吗？都想，都想。哎，大人呢？哦，大人在二堂呢。这几天他彻夜工作，就等着你回来帮他分担呢。大人，上官小姐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大人告诉我案件的进展，不就是想让我来帮忙吗？你多虑了。不过，你既然这么关心案子，让你看一看也无妨。多谢大人。什么大人属下，这么疏远？你已不是县衙的人，以后不必叫我大人。我知道我不是县衙的人，不用时时刻刻提醒我。看着有些碍眼。是，潘大人看我总是碍眼的。怎么样？案中可看出有什么疑点？虽然案件很诡异，但是也没看到什么水波纹的线索。犯人沈慈却关在死牢之中。我去看他时，他牢房的墙上画的正是水波纹图案。那他说什么了？他只说待到案子查清，自见分晓。言下之意，他是无辜的，案件另有真相。但他如果真的是无辜的，为什么不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，非要让县衙查个清楚呢？而且，这个案子的重点是如何杀人。他沈慈一介书生是怎么做到让陈父等人目盲，失去神识，还自动跳崖呢？一针见血，不愧是你。你嘲讽我？我是真心的。大人，你既然愿意告诉我水波纹的线索，就不要事事找茬。我这次真是冲着案件回来的，我每日工作完立马离开，绝不叨扰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不过，只要你还活生生的在我面前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查个勾魂案，自己也中邪了？整个案子的起因是山林闹鬼，沈慈失踪。神鬼之说自是无稽之谈，看来还得从源头开始梳理。备车，去新政书院。公子，要不要通知上官小姐？算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她大概要着急回西园吧，不用叫她。哎，等等，要去一起去。嗯。在西园住得惯吗？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不必听人使唤，也不用被人教训，悠闲自在，舒服得很。听说前2天你跟卓少主去码头了？遇到点麻烦。哦，挺好。挺好。我遇到麻烦，你觉得挺好？我是说，麻烦顺利解决了，你又能回来查案，挺好。潘大人，是不是现在我坐在车里，你特别不自在，你没话找话呀？没有，我就是许久未见，关心一下。还昨天见过。不知潘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陈掌院多礼了。新政书院乃是河阳官学，钟灵毓秀，人才辈出，是河阳读书人心中的圣地。本官一直想来拜访，染染书香文气。大人垂顾，是新政的荣幸。里边请。请。没想到新政书院连仆役都风度不凡。大人谬赞了，都是书院的老人耳濡目染罢了。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治世不谋也。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治世不谋也。请。潘大人，这些都是我们书院书生所写的文章，还请大人品鉴一二。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字字珠玉，必作鸡池。新政书院果然是不凡的。大人过奖了。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治世不谋也。陈掌院，这篇文章是出自哪位书生之手？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治世不谋也。
故事天下之事，亲耳而听。这位书生，那个，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谁啊？你们这之前有一桩鬼火勾魂案，嫌疑人沈慈，你可认识？我不认识，不知道。啊？这间房间为何白日挂着黑布？这是小儿的房间。我听说过令郎的事情，实在是让人遗憾。唉，自小儿目盲之后，神志恍惚，还屈光而行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只有遮上黑布。可否进去一看？啊，请。陈掌院，上官小姐对巫蛊之术也颇有研究，不如让她也帮忙看一看。哎呀，那太劳烦上官小姐了。请。据我所知，嫌犯是一名书生，目前就关在县衙的大牢里。我想知道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是如何做到这些的。身为儒生，不与怪力乱神，他怎么做到的我不知。但福儿出事的时候，嘴里反复念着他的名字，不是他，还能是谁？可怜福儿生不如死。为了能让福儿有一条活路，我曾数次去牢狱哀求那凶手，求他放福儿一条生路，可他却是铁石心肠，不为所动啊！我觉得这个书院有些怪异。我方才跟那个书生打听的时候，我刚一提到沈慈的名字，他就面色发白，面露恐惧，直接逃走了。应该是有人给他们下了闭口令。大人何出此言？那些书生整齐划一，不像日常之举，而像是事先排演过的。而且，你有没有听到他们所念的文章？天下之事，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。过秦论。不错。那篇文章讲的是天下之事只能亲耳听，却闭口不能谏言。那谁给他们下了闭口令呢？有可能是沈慈的同窗，也有可能是陈掌院。陈掌院深受其害，按理来说他应该想要查清案子，给沈慈定罪才是，他没有理由这样做吧？大人，咱们去一趟后山吧。鬼林闹鬼，我总觉得不寻常。前面就是鬼林了。走吧，我们去试试胆量。哎，平日不是老拿我哥当幌子吗？都不肯带我出来，今日怎么如此主动？那是之前，从现在开始，不管前路是危险还是坦荡，
我都愿意带着你。这是什么？这个鬼灵之所以叫鬼灵，就是因为进来就出不去，做个记号嘛，以防被困。这刀怎么看着这么像杨采薇的仵作刀啊？哎，看错了，看错了。糟了，怎么了？你看，咱们遇到鬼打墙了。有可能是有人在固步一阵。跟我来。哦。看见那是什么东西吗？装神弄鬼，必有所图。借我一样东西，别动。这样，我们就不会再走散了。听到了吗？有水声。这里没有河流，没有溪水，哪来的水声？真的有，你仔细听。张幻使，抓紧我，别松手！那个，我没事了，你可以放开我了。怎么样？没事没事。你受伤了？不会。别动。这是什么？味道怪怪的。染料。染料。麻绳。
谓鬼灵，也不过就是人造的机关。这林中肯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才会如此大费周章。终于走出来了。这些机关设计如此蹊跷，没有个多年经验做不到这些，恐怕这幕后之人势力不小啊。这附近都不生野花，为什么唯独这里有呢？怎么了？这里土壤异常肥沃，才会长出野花。有可能下面埋着什么。我也是瞎猜的，也不知道对不对，应该是对的吧。挖开看看就知道了。新政书院的院徽，难道死者是新政书院的学生？来，刘捕快，快点！大人，陈三，马上验尸，我要知道这个人的死因和身份。搭把手。大人，看这个尸体的腐败程度，死了1年多了，还能查出个什么呀？大人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别人肯定不行，那个我一定行啊。死者的致命伤是在脖颈处，小人推断应该是被绳索勒死的。鬼灵的藤蔓。继续说。大人，这个死者已经死了1年多了，尸体腐烂到都认不清原貌，想要查出更多的细节，恐怕还得多给你些时间。大人英明，已经熟知小人的验尸习惯。行了，此事不可再拖，明日5时给我答复。是。我的祖师爷爷，小的求求你了好吗？您今晚早点来啊，别让小的等那么久啊！我的祖师爷爷，小的求求你了！哎呦，我之前问过刘捕快，他说新政书院近1年都没有报过失踪案。你说这个人会是谁啊？我猜那个人应该姓妙。为什么？这你怎么拿到的？白天在书院时顺手拿的。所以是那个时候。新政书院果然是不凡呢。大人过奖了。我可真是低估你了。过奖。这要怎么证明这个人是不是妙庄啊？我得找个借口离开，以便前去验尸。我得找个借口离开，以便他去验尸。上官大人，你先说。我感觉有点闷，想出去溜达溜达。阿瑟找我有点事，我要过去一趟。那你那边。
大人，您站在这儿看什么呢？赏月，你在这干嘛？守夜。这不用你守，回去吧。哦，回来。去跟厨子说一声，做一桌好菜，再温一壶好酒。大人，这么晚了，你还有客人呢？让你去就去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是。你到底是谁呢？身长约6尺5寸，性别男，年龄大约在20到25岁之间，没有中毒的迹象，牙齿没有完整脱落，这颗牙齿。大人，你找我？快吃吧，别说我亏待下属。看来这新换的厨子甚得你心呐。上官小姐，阿江，你怎么来了？把东西摆在这儿吧。好的。这是……我听灵儿说你回县衙工作了，担心某些人亏待你，所以便让他多做了些菜拿过来。看来时机正好。大人，一起呗。潘大人看见我们就烦，应该想图个清静吧。先吃饭吧。走吧，先吃饭。哦。哇！快吃吧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这个。大人，您要的酒温好了。好。这么多菜，您一个人吃得完吗？本来就不是我一个人吃的，你守夜辛苦，犒劳你的。啊，真的？谢谢大人。你吃饭能不能注意点？饭都沾到脸上了，影响我食欲。不好意思啊，大人。潘越今天没有给你脸色瞧吧？怎么，少主要替我打抱不平？是，若是他再让你哭一次，我便杀了他。哎，别开玩笑了，倒也没有给我脸色看，就是感觉怪怪的，一直找我茬似的。
但是吧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再走散了。少主到了。但是什么？没什么，跑了一天也累了，我先回去睡觉了。你早点休息啊。倒也没给我脸色看，就是感觉怪怪的，一直找我茬似的。但是吧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啊？来的刚好，过来一起喝。你不会是被杨姐姐拒绝了以后，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吧？就这么看不起我呀？啊？我不是怕他拒绝，我怕的是他的眼里心里已经有另一个人。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谁不懂？怎么，你也有意中人？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整天情情爱爱的，这不就相当于来了个顾客，跟你聊了半天，讨了3轮价，转头去别人那儿买了。他不识货，总有识货的人嘛。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说了，喝酒。你吃东西吗？那边有个大婶卖的汤圆特别好吃，我去给你买1碗，请你吃。大婶啊，给我1碗汤圆。好嘞。给您放这儿哈。哎。小生，哎呦，几年没见，没想到你出落成这个模样了。早知如此，当初我怎么舍得让你走？哎，别急着走啊，话还没说完呢。我没有什么想跟你说的，你放手！你跟谁摆谱呢？你也不想想，要不是我，你早就死了。放手！救命！你敢！你救命！救命！找死！别杀人！传蓝枪，让他滚！
庄来强，让他滚！我滚！我滚！你为什么什么都不问？你不说，我不问。你想说，我便听着。我很小的时候没了爹，我娘是个赌徒，那会儿每天一睁开眼睛，就都是讨债的人上门。有一天，我娘跟我说，可以带我离开河阳，去投奔一个很有钱的表哥。她说在那里，我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。也不知道我当时有多开心。娘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，再也没有债主，让咱们小生以后不愁吃不愁穿。那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？小生乖乖睡一会儿，一会儿到了呀，娘叫你。嗯。等到我醒了，我们确实到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看上去也很有钱，但不是什么表哥，是我娘收了10两银子把我卖掉的地方。他就那么抛下我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那年我才10岁，后来我找了个机会逃了出来，沿街乞讨、坑蒙拐骗，养活自己。有了一些积蓄之后，我就开始做一些小本生意。总之，我花了10倍的价格赎回了自己的卖身契。你这么喜欢赚钱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亲娘都不可靠，只有银子跑不掉。但是没什么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人不就是这样吗？你骗骗我，我骗骗你。教你个绝招吧，每当难过的时候，就吃点甜的，以后难过的时候，就会想起来嘴巴里的甜味，就会把难过冲散。就当是给10岁的小小生吧。
大人。等人到齐了再说。大人莫不是在等上官小姐？我等刘不坏。哦。怎么还不来？不会是卓兰江那小子搞鬼不让他来吧？大人，小人昨日验尸，在死者身上发现一颗泛黑的旧牙。经过小人千辛万苦用牙粉打磨之后，发现，在这颗旧牙中间是以白皙和银箔对吧？哦，对，银箔。路上遇到双双，我专门给大人买的。专门给我的。大人，吃冰饮了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不吃。挺好吃。哎呀，陈三。接着说。大人，在这颗旧牙中间呢，是以白皙银箔和水银合成的汞齐。民间郎中会用此物呢填补牙齿缺漏，但是这个银箔在地下埋了太久，就容易发黑。发黑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死者生前是补过旧牙，对吧？对，大人，从汞齐的磨损程度来看，用了不太久，应该是在1年到2年。找遍河阳所有会补牙的大夫，务必要查清此人的身份。是。不错，这颗是我补的牙，但凡我补的牙都会掺点水银。河阳没有几个大夫能舍得用水银的。那你可还记得这个人是谁？新政书院记不清都有谁来过哦。不过我每次出诊都会记账，说不定账本上会有记录。哦，找到了。2年半前补龋齿1颗，收诊金2两，病患姓名沈慈。如果这具尸体是沈慈，那牢里的是谁？你是潘大人之后第2个来看我的人。你能通过脚步声辨人？还有气息和心跳，我还知道，你此刻心中有很多的疑问。是，但我知道你不愿意多说。你不是沈慈，对吗？那我是谁？我去过新政书院，那里的学子与当下盛行的横绝礼俗、放荡不羁不同，个个都端庄讲理。可是你身上一点新政书院的影子都没有。那我就不能是沈慈的冤魂吗？如果你是冤魂，既已复仇成功，自然可以前往极乐，为何又会身陷囹圄呢？所以你的冤还没报。但是我来只是想要告诉你，
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冤仇苦衷。不过，与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鬼魂身上，为什么不选择跟人合作呢？世人只知道鬼可怕，却不知在鬼魂的世界里，人才是最可怕的。我以前也觉得死人比活人可信，但是后来发现，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值得让我相信的东西。潘大人是个可信之人，如果你真是无辜的，他定会还你公道。看来得去一趟南郡，才能查出狱中人的身份。也可趁此机会与他单独相处。尚文直，牢里的那个沈慈，你怎么看？他既不辩解又不合作，整个人如云山雾罩。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隐情。不错。不管牢里的那个人是谁，定和沈慈脱不了干系。要想查明其中缘由，恐怕得去一趟沈慈老家，才能弄清楚他的底细。那辛苦大人跑一趟。听说这南郡有很多好吃的，黄桥烧饼、扬州汤包，还有桂花糯米糕，定能一解这口舌之欲。听起来真的不错。那大人你多吃点。尚文直，你一日在县衙，便一日是我的属下。既然是我的属下，那理应为我分忧。大人的意思是让我去啊？可是我本来想的是与大人分头行动，你去查访，我就去打听勾魂的方术。不过你要是实在不想去查访的话，那咱俩调换，你去打听方术。区方术还用我亲自去查吗？随便找个人去不就完了？那不然，你是想让我跟你一块儿去？你不是见我就烦吗？我见南郡人更烦，到时候还要麻烦你打听。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奇奇怪怪的。公子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所有县衙序里都查了一遍。可有一点？没有，非但没有，反而所有的人都挺努力工作的。具体说说。先说这个陈仵作吧。这个陈仵作之前屡屡被初学仵作的上官小姐给打压，心里面不忿，所以每日都早早回家，刻苦钻研。老主簿无儿无女，吃睡也都在县衙里面。但是他的咳疾愈发严重，所以这段日子也都没有外出过，基本上都在当房里。而刘捕快之前贪财懦弱，是这一次的重点调查对象。但是我暗中查访，发现他原来是一位孝子，之前贪财懦弱也只是为了保住饭碗，好让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。但自从灯会案之后，受到公子感召，从此拒收贿金，一心办案。其他衙役也都没有查出任何疑点。看来这个奸细藏得挺深呢。哟，哥几个都在啊！你们听说了吗？我们潘大人要跟上官小姐去郊游。前2天他还吩咐人在河阳郊区附近那个什么湖的那个客栈还订了房间呢。玉仙湖。哦，对。哎，这大人就是大人。你说这上官小姐跟卓少主才没走几天，大人就把人给接回来了。还是潘大人技高一筹啊！
回转不过几日，你多带些有必要的东西，这些没必要的就不要带了。什么是必要？什么是不必要？你比如说，栗香膏、杏花酒、新鲜的水果之类的。哦，我懂了，反正就是上官小姐喜欢的，那就是必要的；上官小姐不在意的，那就是多余的呗。我看你此刻就挺多余，快准备去。哦，是。大人，小姐，路上照顾好自己。走啦。为什么说是郊游啊？演给那个奸细看的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跟班呢？怎么没跟着？哦，阿江啊。嗯，我们只是好朋友，又不用时时刻刻在一块儿的。你不是说郊游是幌子吗？带这些干什么？你不也是吗？都是阿泽，为了麻痹县衙里的奸细嘛，演戏演全套，真是煞费苦心啊。